10月22日至24日，金砖国家峰会在俄罗斯喀山举行。与“一带一路”项目一样，金砖国家也是西方媒体极力丑化的对象。不过近来多了一种羡慕、嫉妒，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想加入金砖国家组织。本年度俄罗斯是轮值主席国，因此此次峰会备受德国媒体关注，也因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参加。大家一定还记得吧？他被中东某非穆斯林国家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并禁止入境吧。好，我们来看看德国国家电视1台如何报道本次金砖国家峰会。本人声明啊，这是翻译，不代表本人任何观点。金砖国家喀山峰会，普京认为多极世界秩序正在到来。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式宣布金砖国家峰会开幕。他表示，该集团所设想的多极世界秩序正在形成。除多位国家元首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前往参加此次峰会。金砖5国集团的国家元首在峰会上举行了首次会晤。在与会者面前，俄罗斯总统兼东道主弗拉基米尔·普京谈到了他所认为的正在形成的多极世界秩序。普京在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喀山峰会正式开始时说，形成多极世界秩序的进程正在进行，这是一个充满活力、不可逆转的进程。金砖国家战略符合国际社会大多数人及所谓全球大多数人的意愿。一张由俄罗斯提供的照片显示，金砖国家峰会上的一次会议，可以看到阿联酋、南非、中国、俄罗斯、印度、埃及、伊朗的国家元首和巴西外长，许多感兴趣的申请国。普京继续说，有30多个国家希望加入该联盟。这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说，如果忽视全球南方和东方国家对加强与金砖国家联系的空前兴趣，那无疑是错误的。共有36个国家参加在喀山举行的为期3天的会议。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也表示，由新兴经济体组成的金砖5国集团在塑造新的多极世界秩序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此次峰会是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的契机。普京周四会见古特雷斯，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也于周四上午抵达。据俄罗斯消息人士称，普京和古特雷斯将于周四会晤，这将是俄罗斯于2022年2月底入侵邻国乌克兰后，两人自2022年4月以来的首次会晤。据联合国称，在国际社会日益关注中东和乌克兰冲突的情况下，古特雷斯将在峰会上会见大量高级别与会者。乌克兰对古特雷斯的峰会之行提出了尖锐批评。古特雷斯拒绝了乌克兰参加在瑞士举行的和平峰会的邀请，却接受了战犯普京前往喀山的邀请。乌克兰说这是错误的，有损联合国的声誉。习近平、莫迪及拉马福萨与会。金砖国家的许多国家元首已于周二前往参加峰会，其中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印度总理莫迪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据克里姆林宫称，20多个国家的元首将出席会议。金砖国家集团的成立旨在削弱西方在全球事务中的主导地位。10多年来，该集团由5个国家组成，除俄罗斯外，还有巴西、印度、中国和南非。金砖5国的名称也与这些成员有关。德国之士点评：这记者也太弱智了吧！这样的表述不明不白，对不对？难道提一句由这几个国家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组成，这不是更好理解吗？好，我们继续往下。最近，伊朗、埃及、埃塞俄比亚、阿联酋和沙特加入了该组织，土耳其、阿塞拜疆和马来西亚已正式申请加入。更多国家也表示希望加入。好，朋友们，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国家电视1台的网友评论。我得说明一下，德国很多媒体自己的官网是没有评论功能的，或者说是关闭了评论功能的。比如说，德国国家电视1台上就没有这个功能，但一般它会发布到 X 平台上，那里有网友们的评论。现在我们看的评论就是在 X 平台上的。我们看第一条评论。普京并不孤单，西方实际上被孤立了。下条评论，这里也一样看到多极世界正在形成。
因此俄罗斯总统并不孤单，而基于价值观的西方则继续快乐地生活在自己的肥皂泡里。我们继续往下。事实是，金砖国家代表了世界上大多数人，为世界提供了摆脱美国和欧盟政权剥削、独裁、审查和统一化的另一种选择。我们看下条评论：欧盟应尽快考虑是否仍在日渐衰落的七国集团北约这棵树上吊死，他们只会挑起战争，把德国像圣诞鹅一样宰掉。还是要加入金砖国家，这绝对是个正确的决定。为什么呢？因为金砖国家包含的世界人口数量远远超过北约，申请加入的国家与日俱增。让我们继续往下。任何人只要睁开眼睛，就会发现多极世界已经出现一段时间了。下条评论：我强烈呼吁德国尽快脱离北约和欧盟，加入金砖国家，否则用不了几年，我们就会在各方面陷入困境。好，继续往下。乐观其成，不过这当然不符合美国佬的利益，他们可能会走极端来捍卫自己的霸权。我们看下条评论吧。这当然会让美国人和你们这些美国附庸感到不快。下条评论：我知道是谁没有看到多极世界正在形成这一点，那就是完全被大西洋彼岸渗透的国家广播电视台。下条评论：此次峰会可能没有位置给德国万事通和女权主义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吧？这位前蹦床运动员甚至没有受到邀请。哈哈哈哈哈！好，我们继续往下了。多极是几个大国的代号，他们认为自己有权拥有势力范围。我们继续往下。德国媒体宣传中非常受孤立的普京啊，哈哈哈哈哈！下条评论：至少他认识到了时代的迹象，如此分裂的美国人民很可能会选出特朗普为下任总统。美国不应该再是对世界秩序负责的唯一。下一条评论：令人恐惧的是，这里有多少德国人几乎真的希望被普京攻击并吞？我们继续往下。他不过是对中国和印度唯命是从的人，中印两国才是最重要的国家。下条评论：普京这个傻瓜和大屠杀凶手应该闭上他的臭嘴。好，下条评论：作为普京和一个独裁者，我会举办一个派对，因为西方国家太愚蠢了，竟然继续把俄罗斯视为一个只需要好好谈谈的邻居。让我们继续往下。整个全球南方和非洲国家都不再对殖民主义感兴趣，现在欧洲和德国要么将世界拖入深渊，要么掉头转向合作。那么首先要尊重别国。下条评论：我也看到了多极世界的形成，现在是时候了。美帝国主义在任何地方都赢不了了，阿富汗、乌克兰输了，还有很多巨大的问题，伊斯兰化、气候问题，我们只能共同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通过美国的战争。下条评论：这正是这样，美国及其傀儡正在失去越来越多的地盘，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有一个独立的世界，而不是美国说了算，这是非常好的发展。下条评论：基于美国规则的秩序，新殖民主义的独裁正在慢慢死去。我们继续往下。哈哈，大家看看这张图想表达什么？各位自行了解吧，我就不好用语言来描述了啊。好，继续往下看。对的，俄罗斯应该勇敢地面对欧盟，最终欧盟几乎完蛋了。下一条评论：尽管西方使用武力和讹诈来维护其全球霸权，但多极世界的形成正在取得进展。我们往下看。西方集体孤立了自己，而不是孤立俄罗斯。用美元讹诈世界已不再凑效，世界正在远离美元。好的，朋友们，大家可以看到，网友们的评论还是蛮多元的，赞成金砖国家理念的貌似占大多数。德国多家主流媒体也进行了报道，比如德国《时代报》，其报道大同小异，但给出了具体数字。比如这里，这意味着目前全球约45%的人口生活在金砖国家成员国里，
随着该组织的扩容，所代表的人口比例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好，德国知识说明，即使是北约30多个国家，它的总人口才9.5亿左右，占全球人口的比例甚至不到12%。不过，这对这些西方国家来说，他们才是人，其他70亿地球人都不配做人。好，最后呢，我们来看看这家媒体的网友评论。可以很肯定的说，评论区的画风与刚才我们看到的德国国家电视1台 X 平台上网友的评论完全不一样。一般而言， X 上网友的意见更为多元，可能更能反映一个社会的真实民意吧。第一条评论：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这样咯。民主国家的任务不是在暗中降低身价竞争来接近普京的水平，而且从纯逻辑的角度来看，俄罗斯、中国和伊朗这样的独裁国家实际上正好只有一个声音，因为其余的人根本没有话语权。下一条评论：我们必须逐步实现独立，欧洲必须能够依靠自己。我们继续往下。俄罗斯人口有1.45亿，一个侏儒坐在一匹马上就以为自己是巨人了，直到那匹马，那就是中国和印度，把他扔下马背，把他踩在脚下。因为普京需要印度和中国，但他们不需要普京。下一条评论：普京认为金砖国家代表了世界上大多数人口的利益，我觉得基本上不是这样。中国和俄罗斯都是专制政权，因此基本上只能代表他自己，因为他们从未获得过各自人民的授权，即使普京投入了大量资金和演技来制造自由民主选举的假象。让我们继续往下。值得在乎专制者的言论和独裁者的意见吗？好，我们看下条评论。由于金砖国家里有几个独裁国家，他们根本不代表世界上任何一部分人，他们只代表那几个领导人自己。下条评论：弗拉基米尔呀，但出席会议的先生们大部分都没有得到他们所代表的国家的人民的任何授权，但我相信这些只是小细节而已。下一条评论：专制者不代表人民说话，充其量只为自己说话。我们继续往下。金砖国家绝非普京所想的那样是一个强国集团，有几个国家彼此不和，比如中国和印度。中国与印度正在为争夺喜马拉雅山的影响力和领土而大打出手。埃及正在与埃塞俄比亚争夺埃塞俄比亚的一座大坝，因为这座大坝可能会切断埃及人的水源。伊朗与阿联酋互不相让，只要其他国家，比如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委内瑞拉、苏丹、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和许多欧洲国家加入进来，冲突就会进一步升级。金砖国家可能会同意来自俄罗斯的原材料是加入该联盟的一个可以接受的理由，但这就像一个不受欢迎的孩子用糖果来收买朋友一样。金砖国家永远不会成一个紧密合作的国家联盟，充其量只是一个权益联盟和一个虚假的巨人。无论如何，我根本不怕金砖国家。下条评论：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独裁政权绝对不代表全球大多数。我们继续往下。这些国家拥有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口，但至少普京和习近平都不是民选的，因此他们不能代表本国人民说话。好，德国知识点评：即使是他所谓的民选，拿德国为例，也只代表一小撮人。比如德国总理所在的党只有区16%左右的支持率，绿党呢只有11%，另外那个自民党甚至呢只有3%，他们3个党加起来只有30%左右的支持率。估计很多选举制国家都类似，所以这人说的就是屁话。他们一天到晚还骂自己的政府呢，现在却认为能代表自己了，真是逻辑混乱的离谱啊！下条评论：当你考虑到这个杰出的集团是如此的意志化时，这真是太了不起了。这种丰富多彩与美国主导的7国集团的千篇一律形成了鲜明对比。金砖国家涵盖了所有社会模式，代表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民，让人们看到了世界变得更加多彩与和平的希望。古特雷斯也明白这一点。让我们继续往下。为什么是普京说的？加法的能力足以让人们意识到这一点。仅中国和印度就占世界人口近40%，
西方帝国正死于自己的傲慢。让我们看下一条评论：金砖国家就是未来，他们务实的政府注重经济成就，年轻的民众渴望成功。我们不再想跟上他们的步伐，我们也跟不上了，太臃肿，太迟缓，太官僚，太困顿。下一条评论：第一，作为事实上的独裁国家，俄罗斯、中国、伊朗、埃及、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甚至都不能代表本国的大多数人，更不用说世界人民了。第二，不管是不是代表世界上大多数人，即使是，也可能出错。让我们拭目以待乌克兰问题最终宣言的结果。除了从根本上谴责俄罗斯的掠夺乌克兰领土之外，任何其他内容都将表明，这里的目的是维护强硬的强权政治利益，而不是代表任何人。下一条评论：金砖国家代表了所有遭受腐败、权力欲望的国家元首之害的人民，他们的人权受到限制，渴望自由生活。普京，我为你纠正了啊。下一条评论：实话实说吧，在这个世界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将不再是唯一的霸主，未来将出现一个多极世界秩序，西方将不再独霸一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世界会变得更好，它将变得更加不透明，而且至少对西方人来说更加不公正。一个并不真正关心冲突、战争等问题的国家联盟正在成为对手。俄罗斯已经在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中国觊觎台湾，印度也有冲突，伊朗就更不用说了。金砖国家甚至将自己视为全球社会的代表，希望为世界一半的人口说话。土耳其作为北约国家，也已经叩响金砖国家的大门。金砖五国仍然是一个由专制国家组成的松散联盟，归根结底根本不在乎人权。尽管听起来有些愚蠢，但美国的大选将对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西方国家能否持续下去产生重大影响。下条评论：不会吧？普京先生突然觉得民主多数也算数了？我喜欢这些独裁者，他们总是能以一种有趣的方式把事情做到他们需要的程度。但是普京先生所代表的全球多数，不过是靠对西方世界漫天的反对声支撑起来的。如果中国一跺脚，印度就会脱离金砖国家组织；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发动侵略战争，那么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很可能也会脱离金砖国家组织。这股力量是站在泥巴上的，迄今为止还谈不上什么真正的价值观共同体，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价值观共同体。下条评论：那好吧，我希望人类的大多数都站在他们一边，而我可以继续在我那可怕的民主世界里和平自由的生活。让我们继续往下。很高兴合作在这里被放在首位。如果中国、伊朗、俄罗斯等国能够在国内实行这种以民主价值观为基础的合作形式，那么整个事情也可以作为榜样。遗憾的是，金砖国家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独裁者之间的联盟。下条评论：时代报中有这样一句话：金砖国家组织严重阻碍了西方国家的努力。于是这位网友说，这是今年最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让我们面对现实吧，这些努力完全失败了，这就像上学一样简单，没人喜欢永远的万事通。此外，当你与阿拉伯半岛上的独裁政权成为好朋友，却责备其他国家不尊重人权时，明显存在双重标准。我们应该制定明确的战略，强调我们和我们的合作伙伴的利益，结束这种道德上的傲慢，而这种傲慢正在把许多国家推向中国的怀抱。让我们继续往下。金砖国家只是因为经济利益而团结在一起，一些国家想相互征服。我不害怕金砖国家，因为它只是一个松散的国家联盟。只要有人认为自己能获得更大的利益，它就会解体。你可以批评七国集团，但他们不仅因为经济利益而团结在一起，还因为价值观而团结在一起。代表世界上大多数人的说法具有极大的讽刺意味。俄罗斯和中国的专制政体或许能够决定其人民的生活，但他们肯定不能代表他们的人民。专制者最多只能为国家的精英圈子说话，而这个圈子最多只有几千人。
下条评论：这些国家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为了自身利益增加贸易和投资，否则没有一个金砖国家会放弃与美国或欧盟建立经济关系。当然，普京和伊朗除外，因为他们已经受到制裁。印度不再购买俄罗斯的武器，而且更多地感受到了中国的威胁。因此，所有国家之间的利益和问题实际上大相径庭。即使普京再次幻想和平与稳定，但那更像是在向他自己的人民展示：看，我并不孤立吧，我正在确保繁荣与和平。其他国家都在期待俄罗斯的衰落。下一条评论：也许我们不应该考虑世界人口的比例，而应该考虑谁在为世界人民说话。当我听到普京、马杜罗、埃尔多安、金正恩、毛拉、习近平之类的人物时，我不禁不寒而栗。好，我们继续往下。金砖国家的大多数领导人都是纯粹的独裁者，他们只代表自己，其余的充其量只是代理政权。可惜啊，这个世界还不够民主。下条评论：不，他们不代表世界上大多数人，因为金砖国家中的大多数都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只有一小撮残暴不仁的独裁者及其走狗在掌权。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如果他们想代表世界大多数人说话，金砖国家需要允许更多的民主。哈哈哈，朋友们，好，我们就到这里吧。不知道大家是否发现，这些评论的调子几乎一样，同质化特别严重。这是否是他们媒体洗脑的结果呢？大家不要误解啊，德国人不是个例，很可能所谓西方体制里的人，他们的观点都大同小异，他们脑子里只装得下民主和独裁这两个概念，非黑即白。但越来越多的国家想加入金砖国家组织是不容忽视的事实。这说明了什么？难道西方国家的人心里不清楚吗？